他为寻求刺激，提议开放婚姻，我顺水推舟，他欣喜地奔向陌生男人，以为我离不开他，他却不知我正筹备着婚礼。他拽着我祈求原谅，我却递上了离婚协议。傅芝芝深夜归家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直奔浴室。我依靠在阳台上点了根烟，在烟雾缭绕间恍惚间看见他裹着浴袍出现在客厅。酒店没有洗澡的地方吗？我讽刺地问了句。面对我的试探，他浑不在意地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，语气淡然。酒店的卫生间我用不惯。我没吭声，吐出一口烟圈。傅芝芝便风情万种地扭着腰肢走近，蹙着眉从我指尖夺走半根烟头，扔在花盆里熄灭了。我不喜欢你在家抽烟，下次别被我抓到了。一个刚从酒店里跟别的男人亲密的女人，面对自己的丈夫是如此泰然自若，没有半分不自在。我垂眼看她精致的眉眼，看她精致的面容，一切的一切都如此美好。我忽地伸手掐住她下巴，带着浓重烟味的唇狠狠地吻了下去。她呛得眼泪直流，想要反抗却被我攥紧了手。在她的叫骂声中，我加深了这个吻。傅芝芝一开始破口大骂，说我是疯子神经病，又是央求我停下。到最后，她的声音渐渐微弱。我退开一步，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，看她瘫坐在地，双眼失神望着夜空，然后才走过去，蹲在她身前，戏谑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她无力地抬起手，不轻不重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我的笑意落下，语气不减，讽刺她装什么清高。她咽了咽喉咙，才沙哑开口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外面有人，知道他为那年轻的男人爱得疯狂，做得荒唐。傅芝芝笑了，好像是找回了一点力气，声明我还是爱你的，爱我，然后却和别的男人一起玩暧昧，是吗？见我不说话，他撑起身子，懒洋洋开口：“现在这时代已经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了。”我静静等待着他的下文。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开放式婚姻呢？我险些笑出声。什么意思？傅芝芝声音蛊惑，人这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太难，外面的诱惑太多，我能保证我最爱你，却制止不了人性的欲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点新鲜的？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，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个年轻漂亮的，我绝不会说你半个字。我静静听着，看着他娇媚又认真的神情，发觉他是真的这么想的。昏暗的灯光中，我们彼此的呼吸打在对方的脸上，一如当年新婚夜的场景。窗外烟花绚烂，照亮了半边天，周边的大厦外墙上播放着我们的婚纱照，屋内烛火明灭不定。他满身羞涩将自己呈现在我面前，他把自己给了我，委屈的直哭。他说这辈子就是我的人了，一颗心再也不会有别人。要是我对不起他一定半夜拿刀捅死我。我爱他连他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对不起他？婚后5年，我一直兢兢业业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爱人，而我护在掌心里的女孩，如今却笑意盈盈地劝我出去再找一个。原本已经碎得不行的心，还是在此刻又一次抽痛起来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面无表情。都听你的。我一如既往的顺从，让娇矜的女人略显得意，奖赏一般的摸了摸我的头，微微一笑。阿燕，你乖，今晚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但下次不许了。阳台上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多丢人。他还伸手示意我抱他起来，但这时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。姐姐接电话，是我。低沉磁性的声音传来，显然是专门录制的手机铃声。果然傅芝芝也不撒娇了，直接起身去接电话。挂断后，他就急匆匆穿好衣服，临出门前还好笑的跟我说，小孩子就是粘人，才刚见的面又吵着要见我。你说也真是的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故意气我还是真的傻，跟我这个正牌老公分享小男人的脾气。他一离开，空气都瞬间安静下来。我缓缓踱步回到阳台，看着漫无边际的夜色，原本就不算美好的心情逐渐蔓延开来，被空洞吞噬。傅芝芝向我提出开放式婚姻，无非是看我爱他爱得无法自拔，自认为我一定舍不得离开他。这样一说，他就可以放弃那本来就不多的愧疚心，堂而皇之的与小男人成双入对。我再有意见，他也可以昂首挺胸回我，有本事你也找一个。我又不是不让。他觉得婚姻束缚不了他，但能约束我。可是他想错了，男人在这方面天生就要比女人熟破得多。手机亮起，微信头像是可爱猫咪的好友问，哥哥，明天校庆我有节目，你可以来观礼吗？我拨了个视频过去，那边很快接了。视频画面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此时正甜甜笑着。哥哥在做什么呀？我说在想你。看，花言巧语哄女孩子，我做的并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。人心易变，早在知道傅芝芝那点烂事的时候，我就不可能按约定来履行诺言了。毕竟是他先对不起我的。江疏意和傅芝芝养在外面的知己，是一个学校的，所以在校园里面遇见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很意外。那小男生率先开口，江班长，好巧，这是你男朋友，跟你真般配。江疏意脸上浮现出红晕，随后大方道，现在还只是好朋友。小男生便促狭朝我笑着，哥们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江班长可是我们院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妹子，这都拿不下你。而傅芝芝脸色已经难看的不像话，小男生只以为自己说的话惹恼了傅芝芝，连忙补救，亲爱的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美的。傅芝芝却不理他，语气有些尖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男生发现有些不太对劲，讪讪一笑，你们认识？我扯起笑脸，我是芝芝表哥。小男生立刻紧张起来，表哥好，我叫蒋峰，是芝芝的男朋友，在一起1年多了，一会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。我牵起江疏意的手，你们约会去吧，我们不打扰了。傅芝芝脸色难看的捏住我的手，眼里蕴藏着怒火，想要说些什么。我力道大，将她的手甩开，我笑得很灿烂，我不会乱说的，注意安全，表妹。傅芝芝回过神来，冷哼一声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蒋峰摸不着头脑，急忙追了上去。江疏意盯着2个人的背影，突然开口，哥哥，她不是你的表妹对吧？我松开握住她的手，礼貌致歉，冒犯了。
不好意思。江疏意耳尖微红，还没说话，我就拧开矿泉水瓶递到他面前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刚刚那个是我老婆。”江疏意是知道我结了婚的，这件事我从来没有瞒着她。说起和江疏意的相识，也要多亏傅芝芝。在街上撞见傅芝芝和蒋峰的那天，我跟着他们进了学校。傅芝芝扬怒抱胸走在前头，蒋峰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跟在他身后，脸上没有半分不耐烦，一直念叨着：“祖宗，原谅我吧，今天陪你逛了一天了，还没消气呢。”傅芝芝双手叉腰，扭头过来，脸上全是骄纵。谁让你把我最喜欢的裙子撕坏了？那可是限定的。蒋峰笑着贴上去，拿鼻尖蹭了蹭傅芝芝的额头。好好好，说吧，要怎么惩罚我都接受。不想再听下去。我摇上了车窗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，将头埋在方向盘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。尽管知道傅芝芝在外面有人，但这么直观的看到她和别人相爱，我依旧不能释怀。从青春期的怦然心动到如今婚后一地破碎，10多年了，傅芝芝依旧牵扯着我的心绪。砰的一声，一只猫跳到了车窗玻璃上，得意的在我面前尿了一泡。我抹了把泪，摇下车窗，红着眼和少女对视。少女五官精致，却是一脸的无措，挠了挠后脑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。我鬼使神差的应了下来。后来我们留了联系方式，江疏意有意无意的约我出去玩，我也都没有拒绝，直到他向我告白。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，并且说了我和傅芝芝目前的状态。他垂着头沉默了很久，起身离开，背影透着化不开的难过。我以为我和他就这么结束了，却没想到半个月后，他在公司的地下车库拦住了我，抿着唇，一脸倔强。哥哥，我不想努力了，你也养我吧。想起往事，我有点愣神。江疏意以为我在想傅芝芝，扣住我的手更紧了，声音委屈：可不可以不想他？我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，打趣道：没有想他，在想你。那个时候你刚知道他，纠结了好久，你还记得吗？走吧，今天哥哥陪你一天。回到家已经接近凌晨了，打开灯，傅芝芝坐在沙发上，周围酒瓶散落在地，她默不作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换好鞋，径直从她身旁走过，见我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傅芝芝喊住了我：你没什么对我说的吗？陪江疏意玩了一天，我实在有点累，只想快点洗漱后睡觉。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开放式婚姻吗？现在你别告诉我你心里不舒坦了。傅芝芝慢慢站起身，停在我身前，眼底孕育着风暴，她一下又一下地摩挲着我的颈侧。你们……我拍开她的手，你关心这个做什么？你和蒋峰的事，我也从未干涉过你吧？说完我就回了房间，反锁住门。不多时，客厅里一阵噼里啪啦，傅芝芝砸了客厅所有的东西。我躺在床上，拿被子捂住耳朵，只觉得他莫名其妙，让我出去找的是他。现在得知我外面的时候，大发雷霆的也是他。尽管这样，他也不肯离婚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婚后第2年，在得知傅芝芝外面有人后，我就曾向他提出过离婚，他却不以为意，甚至觉得我在无理取闹。阿燕，你知道我们离婚会牵扯多少吗？你看看我们周围，谁的婚姻干干净净？可是尽管这样，他们的家庭不还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看开一点呢？他说的对，在我们这个圈子，婚外有人真的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向我爸我妈说了我要离婚的想法以后，他们也拼命反对。我妈拉着我，苦口婆心的劝，离婚干什么？舒家和傅家共同的项目有多少你不知道？不就是外边有人吗？傅芝芝也不是个拎不清的，只要不带回家，不染病，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安心管你的公司就好。我不肯妥协，闹到后面，傅芝芝的父母也知道了，他们一方面觉得我不懂事，一方面逼着傅芝芝和外面那男人断了。最后，在多方面的压力下，我被说得烦透了，选择不再追究。傅芝芝却觉得我已经妥协了，后面找陌生男人更加无所忌惮。我也懒得再管，原本以为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，但一想起江疏意那委屈巴巴的眼神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她。或许我可以离婚，然后给江疏意一个名分。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想法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瞌睡瞬间被惊醒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敲响了。舒燕，出来，我们谈谈。我没有搭理傅芝芝，她就站在门外自顾自地说话。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报复，我也接受了。但舒燕，我们约定好，谁都不可以动真心，行不行？所以她表现得那么爱蒋峰，竟然也没动真心。那我呢？她以前表现得那么深情，又有几分真心，我居然还傻乎乎的信了。门外傅芝芝还在喋喋不休，我不会让蒋峰再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能太过分。你今天这样，真的伤到我了。而且那个女孩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就是看上你的钱了。你要是真的相信他，那就太可笑了。他越说越过分，我忍不住打开门，讽刺道：那你怎么能确定蒋峰不是看上你的钱？蒋峰不一样，蒋峰不一样，他懂事，从来都不会向我索取东西，是不会索取，因为不等他要，傅芝芝就会主动送上。我嗤笑一声，举起手朝他亮了亮无名指上的戒指。我的小姑娘也从没要过我的钱，为了买对戒，她兼职了2个月，钻戒很小，纯度不够，镶嵌工艺也不怎么好，傅芝芝是看不上的。我结婚时送她的钻戒是专门定制的，比鸽子蛋还要大，这样的便宜货就把你感动的不行。舒燕，你脑子呢？看得出来，傅芝芝恼了，说话也满是火药味。我也歇了和他争辩的意思。他不知道这个戒指承载的心意多么贵重，也不知道我接受了这戒指意味着什么。我揉了揉额角，只觉得满身疲惫。江疏意拿出这枚戒指时，我是慌乱的，因为我没办法回应他的这份感情。江疏意像是看出了我的为难，眼眶都红了，还在安慰：哥哥没事的，我没有现在就逼着你离婚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的心意，也愿意就这么跟着你一辈子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那时候我松了一口气，但扪心自问，我真的要这样和傅芝芝这么纠缠一辈子吗？要让江疏意一直无名无分吗？我不想，也舍不得。摸了摸手上的戒指，我轻声道：傅芝芝，
我们离婚吧。我大概有3年没提过离婚了，如今一说出口，心里居然松了一口气。傅芝芝咬了一下后槽牙，额角青筋跳了跳。舒燕，你有病吧？故技重施，想逼我和蒋峰断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他觉得我在逼他回归家庭，毕竟第一次我提离婚时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。那个时候他正和一个流量小生闹得沸沸扬扬，我那么一闹，那人直接被送到国外，傅芝芝也被他爸妈关了1周的禁闭。再出来时，那人的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了。可这次我真的没有一点逼他的意思。想起江疏意，心头涌上一丝甜蜜，声音都忍住放柔了一点。我没想逼你，我只是想给江疏意一个名分。我害怕后面东窗事发，江疏意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，那么好的女孩，我真的会心疼的。大概我的声音太温柔了。傅芝芝终于意识到我没有在开玩笑，她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难看。你知道你今年多少岁了吗？30多了，比那个黄毛丫头大了快10岁了。你觉得她能是看上你这个人吗？舒燕，你别这么幼稚行不行？我微微一笑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反正我有的是钱，他爱我的钱跟爱我这个人又有什么区别？傅芝芝，用金钱维系的感情比你的所谓爱情稳定多了。我相信傅芝芝曾经是爱过我的，我也相信江疏意现在是爱我的。或许以后他会改变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敢爱敢恨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我有试错的资本，我也愿意去尝试一段健康的关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和傅芝芝耗在这段衰亡的婚姻里。我抬眸定定地看向他，没关系的，就算没有结果，我也愿意去试试。那一晚，傅芝芝摔门而去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开始起草离婚协议。2天后的晚上，我正靠在江疏意腿上看电影，手机不停地提示有新消息。昏暗的幽光里，我看到了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，让我看傅芝芝的朋友圈。点开朋友圈，我看了那段视频，在蒋峰的生日宴上，他单膝下跪替他戴上戒指，傅芝芝眼含泪光，蒋峰深情款款，像极了当年我向他求婚的时候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太过可笑，我一直惦念不舍的时刻，他竟然能随时随地复刻给别人。也好，对他最后一丝情谊也在谢刻被扼杀殆尽了。尽管没有配任何文案，这条朋友圈依旧是把我的脸面摁在地上摩擦。我直接给律师打了个电话，麻烦把离婚协议书拍照发我一下。拿到照片，我也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协议离婚中，支持傅女士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发完朋友圈，我就将手机关机，抬起头，猝不及防撞入江疏意那双灿若星辰的眼里。借着微光，我隐约见到了她眼角的泪，好笑的捏了捏她脸颊的软肉。见我离了你就这么高兴？她紧紧地抱住我，闷闷的雷一声，就这一个字，还带着浓浓的哽咽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第2日，我直接睡到了下午，刚把手机开机，就有数不清的消息涌进来。傅芝芝昨晚给我打了50多通电话，不想被他破坏现在的好心情，我直接拉黑了他。爸妈又开始不停的打电话过来，无奈只能接了。电话那端，我妈声音带着心疼和小心翼翼：“阿燕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手机一直关机？”“没事，妈，我以为你打电话过来是劝我别离婚的。”那边沉默了一瞬，良久轻叹一声：“这些年妈都看在眼里，你一点都不快乐。原本想着你想开就好了，但那傅芝芝现在都敢把那男人公之于众，根本没想过要和你好好的。你爸当年再过分也会给我留点脸面，这女人简直就是魔怔了。看你爸，你要是想离婚就离，妈也不劝你了。”我爸接过了手机，声音冷硬又别扭：“你把最近跟傅家有关的项目进度都拉一拉，不用担心离婚影响到家里生意，该要的要，该拿的拿，别便宜了那女人。”心间划过一阵暖流。江疏意端着餐盘轻轻地放在我面前，神色微微紧绷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我突然起了坏心思：“爸妈，我带我喜欢的人来见你们好不好？”话音落下，江疏意神色错愕，身子僵直，缓了片刻后，她的眼里迸发出巨大的惊喜。这个少女和傅芝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她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从任何细枝末节都能感受到她的赤诚爱意，这样不掺任何杂质，独属于我的爱意。在我满身破碎的时候，仍想要试着再相信一回。第一次见家长，尽管很紧张，但江疏意依旧表现得可圈可点。在经历了傅芝芝以后，爸妈对我另一半要求的首要指标就是看她对我如何。江疏意家里是书香世家，妈妈是大学教授，爸爸是医生，虽然比不上我们家做生意有钱，但文化底蕴、教养素质摆在那里，没有父母会不喜欢这样的优秀女孩。尽管一开始因为我还没有离婚就跟我搅在一起，但这点微弱的不满也被江疏意的表现抹去了。从老宅离开，江疏意就迫不及待和她父母分享她的喜悦。她的父母很开明，虽然一开始为女儿喜欢一个有家庭的男人操碎了心，但是结果是好的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催着江疏意回家和他们好好说一下。江疏意离开后，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回一趟家，是时候和傅芝芝彻底做个了断了。这样一直拖着，江疏意那边也不好解释。刚到家门口，手还没触碰到把手，就被人从里面大力拉开。傅芝芝满眼红血丝，发丝凌乱：“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”声音带着熬夜过度后的光哑。我侧身想从她旁边走过，却被一把捏住手，强迫与她对视。她亮起手机屏幕，上面是我妈发的朋友圈，我们一家人和江疏意一起共进晚餐，其乐融融的画面，没有文案，但在此刻，很少有人不会多想：你带她去见爸妈了。舒燕，你这样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傅芝芝胸口不断起伏，显然是在克制着情绪。我烦躁地甩开她，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。我为什么要考虑你？你和蒋峰更招摇一点吧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。看看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财产平分，协议被甩在傅芝芝怀里，她没有接，那么任由纸张纷纷洒洒落了满地。她垂眼盯着那些纸张看了很久，半张面孔隐匿在阴影里，明暗参半。我竟然从其中看出了一丝黯然。你认真的吗？她的声音轻飘飘的。我点头，坚定道：
对，我马上要去见江疏意的父母了，希望在那之前，我们能走完离婚程序。他慢慢蹲下身，去捡落在门口的纸张，厚厚的纸张被他紧紧攥着，泛起了褶皱。在我以为他同意了时，他却猛地站起身，将协议撕得粉碎，然后逼近我，揪住了我的衣领。我再问一遍，你要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和我离婚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浑身散发着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戾气，可我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傅芝芝深吸了一口气，如果我说那条朋友圈不是我发的，我也没有想过落你的面子呢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是你发的，可难道不是你做的？视频里的人不是你？他沉默了一下，语调艰涩，当时你把我气狠了，我很烦。蒋峰又一直闹着要个浪漫的生日宴会，我想着借此机会，你有点危机意识，然后就不会冷落我了。但我没想把这件事闹大，也没想到蒋峰会拿我手机发朋友圈，这个借口实在拙劣，我都不想去戳穿。见我不相信，他一把抱住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我和蒋峰断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想起前不久前，这个女人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和蒋峰断了的模样，我就觉得可笑。所以那时候，他以为我在无理取闹，以为还没到取舍的地步，还可以两全。到现在不得不做出取舍的时候，他才摆出一副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模样来抚慰我。可我已经不稀罕了。傅芝芝，我看不懂你，你如果爱我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？如果对我没感情，为什么现在又不肯放手？你是有表演型人格吗？非得装出一副对所有人都情根深重的模样？他将头埋在我的颈侧，不是的，只是你知道的，我们身边人都那样。我一时没忍住诱惑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改，我都会改的。你别不要我。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我用力推开他。你的爱就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是看到我难过还要笑着和我分享你和他的趣事，是妄想将我改造成一个没有任何自我意识，完全归属于你的物品是吗？那你的爱还真是恶心的别致。傅芝芝的面色一寸又一寸的白了下去，我不想再和他掰扯。离婚协议我后面会让人送来，你到时候好好看看。我先走了。刚跨出没几步，手机响了，见是江疏意的来电，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接通了。少女的声音里是掩盖不住的喜悦。哥哥，我爸爸妈妈夸你比明星还帅，还那么会做生意，说我踩了狗屎运才能遇上你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手机就被猛地夺走，狠狠地砸在了台阶上，碎片四起。傅芝芝面色骇人，在我不留神中直接将我拽进了屋，门被用力地带上。傅芝芝疯狂吻我，呼吸急促。和他分手，我是真的恼了，使劲推了他一把，一把将他推在地上。你有病吧？发什么疯？傅芝芝毫不在意，只是重复。我再说一遍，和他分手。我差点被气笑，你以为你是皇帝，谁都得听你的吗？他的手捏住地上的啤酒瓶，猛地砸碎，用碎头指着我，手指逐渐收紧。舒燕，我没和你开玩笑，和他分手，不然我们一起死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渐渐的，傅芝芝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可能不知道，他现在在我眼里有多可怜，眼底盛满了惶恐，又带着孤注一掷的绝望。这一刻，我相信了他还爱我，只是这爱太让人膈应，我已经没法再捡起来了。你伤不了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别闹得这么难看。傅芝芝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忽然有泪砸到了地上，一滴接着一滴，顺着脸颊滑落。傅芝芝放开了手，转身背对了过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他尽力维持着自己的体面，可声音的颤抖却怎么也止不住。我喉咙里的话滚动了半晌，终究还是没说出口，只化作一道叹息。拉开门，还没走远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压抑的哭声。我知道，我和傅芝芝的5年彻底结束了。离婚冷静期后，傅芝芝没有拖沓，和我去了民政局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想到外面等着我的少女，心情明媚极了。收拾好东西，正打算往外走，傅芝芝跟了上来。她盯着民政局门口那棵系满红丝带的大树，眼里是道不明的眷恋。阿燕，你还记得咱们当年来领证时系红丝带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呢？当年流行系红绳许愿，民政局门前这棵100年大树挂满了红丝带。傅芝芝担心系的低了被别人扯掉，找工作人员借了个梯子，让我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处。那红绳绕了枝干一圈又一圈，她仍觉得不够牢固。我笑她傻，说这根本没有必要。她却很严肃，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都说要机构99天，万一没系牢，她散了，你也离开了怎么办？一想到那场景，我就觉得心痛。如今抬眼望去，那根丝带早已不知飘到何处，人世也早已不复当初，并不想和他一起追忆过往。我点头，态度冷淡而疏离。记得，你还有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就先离开了。江疏意还在等我。傅芝芝伸出的手又默默垂了下去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和你说句对不起。好的。我转身离开，傅芝芝却再次叫住了我。你知道吗？蒋峰其实早就知道你和我的关系，他闹着要我配合他，又偷偷发朋友圈。你觉得这些事和你那小女友脱得了关系吗？我愣了愣，看向不远处笑着朝我挥手的江疏意，一下子就释怀了。没关系，有点小心机的他也很可爱。高中时，我会绕过整个走廊从他的窗前走过，只为在转身的片刻用余光打量他。他一定不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有多么羞涩，意图有多么明显。后来我一路过，我的朋友们都会起哄，他也渐渐注意到我了。后来我们顺其自然的在一起了，他越来越爱我，我温柔体贴，他觉得我会爱他一辈子。可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好像是结婚第2年，我永远一个模样，他几乎从未见过我发脾气的样子。和我在一起的生活很美好，但总是缺少一点波澜。他开始羡慕他的朋友们，他觉得那样的日子很鲜活。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，他认识了一个流量小生，他和我完全是2种类型，脾气火爆，热烈奔放。和他在一起，他的情绪想爆发就爆发，不用压抑克制分毫。
他在那世上也花样百出，让他感到十分新奇。老实说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后来没过多久，他俩的事被我发现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我情绪爆发。我咬牙切齿骂了他一顿，说要离婚。那个时候他真的慌了，可最后我还是没有离婚。她想起闺蜜和她说的话，我那么爱她，怎么舍得离婚？而且有钱人外面有几个不很正常吗？我会慢慢看开的。后来他试探着又出轨了几个，我果然没有再闹了。他知道我不高兴，但他痴迷外面那种刺激，反正我又不会离开他，他没有必要担忧。时间又过了几年，他遇到了蒋峰，18岁的小男生，正是热血满满的年纪。他的侧面神似我，和他在一起，总有一种回到高中时的感觉。蒋峰喜欢发小脾气，但又会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傅芝芝也乐意哄着他，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差了。傅芝芝想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，于是他问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开放式婚姻。他其实打心底相信我不会尝试的，但这可以减少他的愧疚，又能显得他没那么自私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外面居然也有人了。他看见我和别的女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可置信，被背叛的痛苦全部席卷而来。他想破口大骂，想扯掉我拉着女人的手，可他自己好像也是那样，他好像没有资格做这些事。他气冲冲地回了家，我却连解释都不想给他解释，脑子里思绪转了又转。最后他明白了，我可能就是借着那个女生来报复他，让他吃醋而已。傅芝芝觉得我根本不爱那个江疏意，这么一想，他心里好受多了。但我居然要为了那个江疏意跟他离婚。我说起江疏意时，眼底的温柔都要溢出来。他已经很久都没看到我这样的表情，他有了危机感。蒋峰说想要一个浪漫的生日宴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想到了一计，如果蒋峰向他求婚，我会不会害怕失去他？我那么爱他，我们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。傅芝芝以为我会选择他而离开江疏意，到时候他只要表示不想失去我，我就顺着他和他重新开始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选了江疏意，我逼着他分手，他也不肯。我看着他狼狈挣扎的时候，他的心仿佛被烈火灼烧。那时他才明白，他错得太离谱，已经彻底失去我了。最后傅芝芝还是和蒋峰分手了，他无法面对，只要一看到我，他就会想起他对我的伤害。蒋峰拿了一大笔分手费，然后告诉他，他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他也知道自己和傅芝芝根本走不到一起，所以他接受了江疏意的委托。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人，才是最黑心肠的。我走后，傅芝芝为了克制那入骨的思念，她开始找寻长得和我像的人。每次那些微末的相似之处，都能让她幸福很久。但这些人毕竟都不是我，她腻得很快，换男朋友基本上不超过1个月。她好像一辈子都得不到真心了。她借用这样的方式惩罚着自己，放纵着自己。后来我和江疏意有了女儿，傅芝芝在车内看着我们一家3口幸福的逛街时，她突然也想有个家。傅芝芝决定回头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，却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。或许不只是在此刻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她就没有回头路了吧。